想要投资，但不知道怎样开始，不知道如何选择投资产品，投资在哪里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莉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是关于投资理财、理财规划，在我们人生之中不同阶段所需要知道的理财知识，当中包括了如何累积财富、保障财富、税收规划、遗产规划、做账的小知识等等。如果想知道相关的内容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影片了。今天这部影片我会和大家分享新手投资所需要知道的事项，投资前要考虑的事情，投资不可犯的错，股票和基金的分别，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产品，而最后也会和大家讲解如何选择基金，固定派息的基金就是好的基金吗？首先，要确保自己已经拥有紧急后备金，以应对生活中可能发生的紧急意外，从而避免把钱都投入到投资产品后无法套现，或者因为急需用钱而被迫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卖出。第二，就是设立好投资目标，希望以后几时累积到多少财富。我们必须了解投资的目的，想一想自己为了什么而投资。是想要开拓新的被动收入来源，还是为了筹钱用于房子的头期，还是支付孩子出国升学等费用？必须根据目标而选择投资的方向。有了投资目标，再设定达成目标的期限。我们可以算出每年需要多少回酬率，才能达到所设定的财务目标。之前这部影片有教大家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况计算可以累积多少财富。还没看的朋友，看完这部影片可以点击去看看。第三，就是衡量自己可承担的风险程度，再选择什么投资工具适合自己。投资不可以只针对自己的年龄而选择投资在哪里，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收入、财务状况、现金流、对投资的知识、所能承担的风险来衡量。如果是负卡债的年轻人，那么现在要做的就是存钱还卡债，而不是投资。如果本身可承担的风险比较高，那么可以选择高风险的投资，如投入股票市场或投资股票型基金。对于一些只想赚取比定期存款稍微高一点的回酬，就可以选择债券型基金。接下来的影片会和大家讲解不同基金的类型。新手投资千万不要为了投资而投资，我们一定要了解投资的产品，如何操作才决定可不可以投资。对于没有很强的投资知识的朋友，可以选择从信托基金开始。信托基金其实就是由一间公司收集投资者的钱，然后由专业的基金经理进行投资。基金经理会根据不同的资产组合进行分散投资，去买股票。通过信托基金，我们有能力雇佣专业的基金经理来管理我们的钱。基金经理由信托机构监管，保障投资者的钱。投资者可以拿出不同等额的钱，投资在信托基金内，形成一定规模的信托资产，交由专门的投资机构按资产组合原理进行分散投资，获得的收益由投资者按投资比例分享，并承担相应的风险。基金经理 Fund Manager 负责所有的投资决定，投资在哪个领域，投资在哪个股票，什么时候买进，什么时候卖出，他们都有专业的文凭，比一般投资者要有资历，掌握的消息也多，并且还会有一般团队协助研究工作，根据不同的市场研究哪个股票适合进场，哪个适合套利。而信托公司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所有投资者的钱都会委托在第三方的托管机构监管，所以基金经理只能根据投资决定调配基金，没有权利拿走投资者的钱。基金投资就是通过基金所持有的部分净值的增长来实现收益。
基金是一种受益凭证，投资者购买基金后就成为基金的受益人。相对于股票，股票投资是投资者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，通过股价的上涨和公司的分红取得收益。通常情况下，股票价格的波动较大，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品种，而基金由于进行组合投资，是一种风险相对适中、收益相对稳健的投资品种。如果你只有1000块可以投资，可是看好科技领域的某某公司，1000块可能并不足够投资在那间公司的股票。通过基金，你可以把1000块投资在科技领域的基金，这基金可以投资在很多间科技公司。如果有100万人，每人拿出1000块，就有10亿了。基金经理可以利用这10亿投资在100间公司，所以在这100间公司当中，如果有一间公司一个不好运，亏盘倒闭了，那也只会影响到你的一小部分而已，不会对投资的盈利有很大的影响。相比股票，如果刚好买了一个股票，亏盘倒闭了，那可能全部投资的钱都会亏掉，血本无归。看到这里，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，记得按赞并留言分享哦。那了解了基金的运作，现在来看，到底投资股票还是基金好呢？其实并没有哪一个好，只是哪一种投资适合自己。基金投资的好处是，回酬或利息一般高于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，但风险却比投资股票低。投资基金可能没有很高的报酬，但通常最坏情况至少能保有原资产。由于基金公司的资金多，购买的股票多，基金公司管理人员也比较专业，掌握消息也多，所以购买基金的风险相对于股票小一些，收益也比股票小些。对于一些不了解金融市场的朋友，或者是某些领域的专业人士，因为忙于工作，没时间跟进金融市场的新闻，选择基金投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觉得自己不在行的，也可以选择轻轻松松交由专业的基金经理人操作，避免在不同市场大起大落的风险。而假如本身有一点投资的心得，想要投资股票，那就要确保自己做足功课，阅读该公司的报表，了解公司的营运生意、公司的前景、日后可增值的可能性，还有时常更新市场的最新消息。无论如何，就算选择自己投资股票，还是会建议把自己的资产投资分配下，比如30% 自己投资股票，50% 投资股票型基金，20% 投资债券等等，再来分配投资在哪个国家、哪个领域。如果自己精通马来西亚股票，那么可以选择投资在外国的基金，比如中国、美国、欧洲的国家。如果某个时候看好某个领域的市场，也可以选择该领域的基金组合，比如科技领域或医疗领域的。简单来说，基金通常分类为 Money Market Fund、Bond Fund 和 Equity Fund。货币基金 Money Market Fund 是投资在风险较低的短期债务、短期货币工具，如国库券、商业票据、政府短期债券、企业债券等短期证券，是一个低风险、安全、高流动性和高稳定性的基金。不过，低风险就意味着低回酬。货币基金的好处是，利率可能比银行定期存款高一点，利息每日计算，而且可以任意转换去其他基金。如果某个基金套利了，但市场波动，不适合购买其他基金，可以选择转入货币基金，等到适合进场的时候再转入其他的基金。货币基金的坏处是流动性比较弱，银行存款可以马上拿到钱，货币基金只需要2天的工作日。相比股票或股票型基金，货币基金反而比较灵活性，所以在不同的情况，可以建议把适当的应急备用金放在货币基金里。债券基金是专门投资于债券的基金，通过集中众多投资者的钱，对债券进行组合投资，这是较为稳定的收益。
债券基金通常80% 以上的资金用于投资各类债券的基金，包括国债、金融债券、企业债券等。相较股票基金，债券基金收益相对稳定，风险较低，是低风险投资者的首选。而混合基金指的是同时投资于股票、债券和货币市场等工具，风险低过股票基金，预期收益则高于债券基金。混合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在不同资产之间进行分散投资的工具，适合较为保守的投资者。股票型基金波动性比较大，收益有时可能在20% 以上，而股票型基金可以选择投资于大型公司 Big Cap、中小型公司 Small and Medium Cap， 投资在海外的基金，而外国的基金又可分为区域型的或者是单一国家型的。比如一些投资于东南亚国家的，就会包括投资在中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等，又或者可以选择只是投资在中国的基金。所以就算选择了投资基金，也要选择投资在哪一类型的基金组别。选择了哪个国家、哪个领域，就要选择哪个基金。我们可以通过 Fund Fact Sheet 了解基金的资料，看看过往的收益记录，平均回酬去到哪里，是自己理想的回酬吗？此外，还可以了解基金经理的资历背景，因为选择投资在哪里、几时进场，都是在于基金经理的决定。所以，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直接决定了基金的收益。而接下来就要看如何计算成本。通常基金都有投资销售费用 Sales Charge， 当钱投资进基金时，就会扣除一些销售费用，普遍上是5% 左右的销售费用。而有些时候，投资顾问只收取低于3% 的销售费用，所以投资的金额扣除销售费用后，除以资产净值 Net Asset Value NAV， 等于投资者得到的单位。NAV 就是资金的价钱。除了 Sales Charge， 也要看是否有 Redemption Charge， 因为这些都会提高我们的成本。基金的回报主要来源是资本增长或股息，定期的派息可以增加投资者的回报。可是我们必须分辨有关派息究竟是从投资于公司股票而获得的股息，还是一些单位信托所派发的股息。NAV 代表股值，也就是投资组合中的全部证券及现金的总值，除以基金已发行的股份数量。假设某只基金发5000万个单位，而其净资产为5000万元，那么每单位的 NAV 为1元。假设投资者持有1万个单位，每单位的购买价为1元。若该基金派发的股息为每单位 0.3 分，那么投资者将获得30元的股息。可是派发股息后 ，NAV 调整为 0.997 元，也就是说，派息前和派息后的价值是一样的。基金是以股息的方式把投资者的资金归还给他们。这种情况出现时，基金的资产净值便会随之下跌。所以建议投资基金时，选择自动把股息按市价进行再投资，确保能持续投资，以便投资者能持有较多的基金单位。如果没有选择股息再投资，这样投资者往往会不经意地把钱花掉。最后，给新手投资的你一个小建议，就是当我们开始投资，我们就要选择持续投资下去，才会看到回酬。不要赚了一点钱就拿出来，因为拿出来了就会无意间花掉。我们要让投资的钱持续投资下去，无论金额多少，尽快开始投资，累积我们的财富，利用复利的威力，让我们的财富增长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，记得按赞并分享给朋友们。我的频道还有其他关于投资理财、理财规划的视频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赶紧点击订阅吧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